美国国会有一个老牌对华鹰派机构，叫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你听这名就不是善茬啊！时隔7年，终于又踏上了来华的土地，转了北京、杭州、上海3座城市，点名要进华为、腾讯、阿里、百度、DeepSeek 5家头部科技企业，要进行实地考察。结果5家齐刷刷的都给拒了啊，一家的门都没摸着。哎，你这帮老不休的啊！以前站在2楼没少朝我们扔石头，现在站在平地上了，还想扒咱们家窗户。回国之后，他们的副主任麦克奎肯就对着媒体幽怨地说：哎，我们未能落实许多寻求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吃了闭门羹了啊！我要把这个记下来，回头写进黑材料里。咱们先搞清楚，这帮要扒窗户的他都是干嘛的？他们不是学者，而是制裁弹药批发商。很多人一听委员会审查经济安全这些词儿，还以为是什么中立的学术机构贸易交流的平台。大错特错 ，USCC 是2000年美国国会专门为中国入世量身定做的立法分支机构，12名委员由参众两院领袖直接任命，经费由国会全额拨款，核心任务就一件事儿，盯着中国写报告，给国会出各种制裁的主意，说它是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弹药库，一点都不夸张。它的战绩部随便翻几页，全是针对中国的实锤。2016年建议禁止中资企业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开启了投资审查收紧的先河。2018年炒作 5G 安全风险，为全面打压华为铺路造势。2020年鼓动扩大对华为的芯片出口管制，直接推动了后续的芯片断供。2024年首次正式建议国会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想掀掉中美贸易的基础。2025年700多页的年度报告，抛出28条遏制方案，全面加码芯片、AI、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出口管制。这次带队的2个人那更是战功赫赫啊！主席薛瑞福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是前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华盛顿印太战略的老牌鹰派。副主席奎肯，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核心推手之一，同时还在美国 AI 企业兼任国家安全顾问。2个人加起来的履历基本就是半部对华科技遏制史。这样一个机构，天天在华盛顿写报告，建议怎么能卡我们脖子，现在突然跑到咱家门口说我想进你实验室看看你发展到哪一步了，这是交流吗？你这不是当我是傻子吗？而且他摸完了底还要回去调整一下下一轮制裁我们的精度的那种摸底。这个打个通俗点的比方呢，就是一个天天在背后写你黑稿，还专门找人堵你公司门口。不得不夸一下5家科技企业干得漂亮，集体给他吃闭门羹不是不开放，是不对你开放。这次 USCC 的行程安排特别有针对性去北京看政策，去杭州看电商与 AI， 去上海看金融与高端制造。这个路线图它还挺精准，都踩在中国科创的核心节点上他们对外的说法也很漂亮，说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讨论还停留在过时的假设上，我们要拿第一手事实更新认知。话倒说的挺谦逊的算盘打的倒是噼里啪啦响。他们点名要建的5家公司，华为、腾讯、阿里、百度、DeepSeek， 刚好覆盖了硬件通信互联网生态、通用 AI 3个最核心的赛道，全是美国制裁清单上的重点关注对象。按他们的预想，应该是企业高管亲自接待，带着参观展厅和实验室，畅聊技术路线和未来规划，最好还能透露点产能数据和供应链信息。回去之后，他们好把这些信息整理进他们的年度报告，明年的制裁提案就更有针对性了。结果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不5记5家企业全部都拒绝，没有一家松口。这可是没有什么行政指令的就是企业最朴素的自保。它道理也很简单，你今天从我这听到的每一个数据，看到的每一条技术路线，明天都可能出现在美国国会的制裁提案上，我凭什么要配合你收集来打我的弹药？更有意思的是美方的反应，奎肯那句这本身就是个数据点，真的就好倨傲他哪怕被拒绝了，也要把拒绝本身写成我们不够透明的证据然后放进报告里继续给我们扣帽子。这套逻辑说白了就是我要查你，你必须配合，你不配合就是你心里有鬼，我就更有理由制裁你。这不是典型的强盗逻辑吗？
要放在20年前啊，甚至10几年前，美国科技企业是站在世界之巅的。那个时候他们来中国，至少带着点技术、产品、观点，那有点优越感啊，也正常。他们那个时候一直都是居高临下的啊，讲开放、讲透明、讲国际规则，因为技术优势就在他手里啊，越开放他们越赚钱呢，越透明他们越有掌控感。那个时候的 USCC 啊，虽然他也找茬，但是至少嘛还有点老师审查学生的底气。现在呢，你凭什么呢？啊，底气没了，架子还在是吗？一组数据啊，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根据这个 OpenRouter 7月最新的统计，中国大模型在全球市场的调用份额已经达到了 63.5%， 美国仅为 35.5%。全球调用量的前5名全部都是中国模型啊 ，DeepSeek、智谱啊以及千问。曾经被美国牢牢垄断的 AI 基座，如今中国模型已经占据了2/3的天下了。再看一个更宏观的科技版图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也是一家这个相似的机构，追踪了64项关键技术中，2007年美国还领先60项，中国只领先3项。到2023年，中国已经在57项上面排名第一，美国仅剩7项优势领域。从论文产出到专利申请，从研发投入增速到产业落地速度，中国科技正在全方位的向美国缩小差距，甚至反超，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反超。这才是 USCC 时隔7年啊，急着要来中国实地考察的真正原因。他们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啊，看数据，他已经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这个老眼昏花了啊，他需要亲自过来确认一下中国科技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啊，他们的封锁到底还有没有用。可问题是，你带着一直以来对我不公平的制裁者的身份，抱着一种对我摸底的目的，还摆出一副要视察我工作的倨傲的姿态，谁会给你开门呢？以前你有技术代差啊，你站在2楼往我们这儿扔石头，我够不着你，我就只能闷头往上爬。现在我爬上来了，咱们俩站在同一层的平地了，你还想伸头扒我们家窗户，还要我主动拉开窗帘给你看看我卧室里有什么？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呢？他们真的啊，就这个双重标准已经玩到极致了。你查我天经地义，我防你就是不透明。USCC 这件事里面啊，最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他天天把透明度挂在嘴边，你家的 OpenAI 它都不 open， 还要求中国科技企业公开技术细节，开放供应链信息，好像不公开就是要对全球安全造成威胁了。那反过来呢？美国什么时候对中国企业开放过？华为想在美国正常开展业务，被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封杀，连运营商都不能用华为的设备。TikTok 只是一个短视频平台，被国会拉去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听证会，逼着字节跳动出售股权，理由还是国家安全。中资企业想投资美国科技公司，外国投资委员会啊是他们设置的另一个委员会，可以一票否决，连解释都不用给。美国的科技企业实验室、半导体工厂、AI 训练中心什么时候允许过我们的官方代表团进去参观考察呢？从来也没有。不仅不开放，还层层设防，处处审查。轮到他们自己就变成了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你们拒绝，你们不透明，你们危险啊！合着审查的权利就在美国手里，设防的资格只有美国有。那这是什么规则呢？这就是霸权本身，而且极为的露骨。这是当了太久的世界霸主养出来的，我做什么都天经地义，你做什么都别有用心的条件反射。所以啊，整件事情说起来，想交流也可以，你先把刀子收起来，对吧？中国科技企业从来也不拒绝国际交流，我都是开源的。那恰恰相反，我们比任何人都希望有更公平开放的国际合作环境，但交流的前提是对等，是尊重，而不是带着要给我们写黑名单、写制裁的心态，然后跑来摸我们的底。如果 USCC 真的想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真实情况，方法有很多呀，去公开的行业峰会，看企业发布的技术白皮书，读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参加正常的商业交流活动，这些渠道一直都是敞开的。他偏不，他偏要带着一种审查者的身份，抱着收集制裁证据的目的，还要求你敞开大门啊，公开自己的核心技术，然后去接待他们。被拒绝了还要装受害者啊，到处说我们不开放不透明，那是实在对不起了哈。闭门羹这碗数据点你们不吃也得吃。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你们自己用20年的对抗和制裁亲手关上的门。什么时候把实体清单撤了，把芯片管制松了，把平等交流的诚意拿出来，再来谈开门的事情。不然的话，下次来大概率还是同款的数据点啊。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